他们假定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扮演解放军的红队占领了台湾的外岛，并且先发制人地攻击了美国在日本、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基地，然后呢又袭击了澳大利亚的空军基地和美国驻日军的燃料库。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节目的话题是美国智库渲染全面战争，中国一定要按自己的节奏走。5月17号，美国咨询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宣布，他们搞了一次兵棋推演，设定2027年大陆发起统一战争进攻台湾。结果呢，双方都没有取得空中优势，并且损失惨重，大陆统一台湾的希望渺茫。对于台海战争的前景呢，有不少的机构做过预测，大多数都认为大陆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台湾的军队，实现统一。麻烦呢是在于战后的治理。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兵棋推演的结果完全与众不同。他们假定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扮演解放军的红队占领了台湾的外岛，并且先发制人地攻击了美国在日本、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基地，然后呢又袭击了澳大利亚的空军基地和美国驻日军的燃料库。所以中国犯了战略错误，导致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站在美国一边，出兵参战。红队不罢休，又出动隐身轰炸机，用远程导弹对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但是红队在攻击台湾的时候呢，没有能够实现斩首，于是战争长期化了。这个时候扮演美军以及盟友的蓝队采取了敏捷作战模式，把军队化整为零。日本呢向美国提供了所有的基地，美国军队分散开来，让中国的打击效果不佳。然后蓝队发起反击，他们没有攻击中国内陆的目标，而是主要攻击港口和海上的船只，摧毁了中国舰队的主力舰。由于作战进展缓慢，红队呢于是在东太平洋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试图威慑美国，但蓝队不为所动。最后战争以两败俱伤告终。这就是有名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搞的兵棋推演的强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模拟的作战场景是相当的荒谬。中国会先发制人的打击美日军事基地吗？中国会主动把台湾战争升级为核战争？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呢。难怪这一次兵棋推演的结果和美国军方在过去几年中的结论是完全不同。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虽然我们在准备台海战争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美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中国是一定会控制界限的。在美国内部，对于要不要出兵台海也是存在争议的。有些人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美国失去这么一个忠心的朋友，也有人认为为了一个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岛屿就把美国推入核战的风险之中是不值当的。如果中国如同新美国安全中心兵棋推演中所说的那样，先打掉了美国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摧毁美国的战略储备和驻军，那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中国的内战了，而是中国主动攻击美国军事同盟了。美国不就有理由正式出兵了吗？美国甚至还有理由动员自己的全部的盟友一起加入到这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中来。而且新美国安全中心所设想的比乌克兰战争是更加的过分。俄罗斯是为了反击北约，在乌克兰打了一场有限范围的局部战争。那他设想中国是要主动去武力攻击澳大利亚和日本，那就真的要引发世界大战了。实际上，在美国这些好战分子们看来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和平崛起，坚持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国际争端，是一件让他们非常焦虑的事。因为美国无法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模式来对付中国，阻止中国崛起了。中国的这种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这更是动摇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美国的好战分子们对于台湾问题的这些妄想，也进一步证明台湾问题的解决，无论是采用和平的方式还是战争的方式，都一定要按照中国自己的立场、原则和节奏走，绝不能够落入美国人所设的陷阱。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